日韩两国2号同步公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即将访韩的消息。韩国在野党议员则在同一天登上日韩争议岛屿，日方对此表达抗议。韩国政府回应称，已驳回日方不正当主张。近段时间，在美国强势介入之下，日韩关系近期不断靠近。但日韩心结，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按下葫芦起来瓢。独岛问题无疑是其中最为敏感的议题之一，两国再生局域只是迟早的事。5月2号，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田荣纪登上日韩争议领土独岛，并在社交媒体发布多张照片，包括自己高举韩国国旗及身披国旗的照片。他配文称，这进一步彰显独岛是韩国领土，绝对不会屈服，将为对抗日本主权侵略、保护韩国固有领土独岛赌上性命。日本外务省向韩国驻日本大使馆方面提出抗议，对有议员登岛表示非常遗憾，并要求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方还透露，曾在事前提出抗议，并要求取消，但韩方仍强行登岛。日本驻韩大使馆也向韩国外交部提出了相同内容的抗议。韩国外交部3号回应表示，韩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对日方提出的不当主张表示无法接受。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韩国、朝鲜、日本均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目前由韩国实际控制。多名韩国政治人物曾轮番登岛宣示主权。2012年，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以在任总统身份首次登岛，激起日本强烈反对，韩日关系迅速陷入僵局。此后又因慰安妇、2战强征劳工等矛盾，进一步关系趋冷。值得一提的是，尹锡悦所属的韩国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也在2016年8月15号纪念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光复节当天登岛。实际上，独岛争端的始作俑者是美国。2战后，美国一直宣称独岛主权未定，引爆日韩争端。上世纪50年代，美军将这个无人岛列为海上轰炸演习区域。在取消这一划定后，韩军率先登岛，并于1981年在岛上建成直升机场，长期驻扎。目前，每年韩国海警和海军空军会举行1到2次独岛防御演习。此外，有超过2000名韩国人将自己的户籍地登记在独岛，而日方主要通过教科书和各种蓝皮书、白皮书来炒作独岛议题。根据日本最新审定的教科书，对独岛的描述为日本固有领土、韩国非法占领等，引发韩国强烈抗议不满。此外，日本在今年的外交蓝皮书中也声称独岛属于日本固有领土，并指责韩国非法占据。韩国政府召见日本驻韩公使进行抗议。此外，日本近年来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连年增加防卫预算，并加速融入美军作战体系，也对驻守独岛的韩军造成较大压力。韩国媒体认为，日本在冲绳部署射程1000公里的导弹，也拥有对敌方基地反击能力，也有针对独岛的意图。但尽管有各种矛盾，日韩关系还是在美国施压下迎来了回暖期。同样在3月，韩国政府公布以第三方代为赔偿的形式，向2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做出赔偿的方案。此举在韩国国内引燃怒火，被斥为对日屈辱外交。但尹锡悦依然我行我素。此番涉及独岛领土问题的争议，给即将到来的日本领导人韩国之行泼了一盆大冷水。香港南华早报文章称，由于许多韩国人认为日本未能为过去真诚道歉，人们对日本仍存在怨恨。尹锡悦强行和日本握手言和，只会在国内招来更大的反对声浪。岸田文雄此番访问韩国呢，其实他的议题非常明确，就是在这个经济和安全保障领域和韩国取得更进一步的共识。所以说，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聚焦在这个经济和安全领域，那么至少在日本方面来看，应该是对日韩的这次首脑会谈，特别是岸田文雄的对韩国的这个访问，是抱有很大期待的。像日本国内的这个保守派可能会要求韩国在历史问题上进一步的对日本释放善意等等。对于即将访问韩国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舆论纷纷表达抗议。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3号表示，如果尹锡悦政府再次上演对日无底线让步的外交行径，韩国国民将绝不允许。韩国 MBC 电视台称，随着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越来越近，韩国多个市民和农民团体2号在首尔光化门示威。他们认为日本的行为堪称核恐怖袭击，要求尹锡悦在首脑会谈上提出此事，敦促政府立即向国际海洋法法庭申请制止日本的行为。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同韩国多个市民团体的代表4号也在国会外举行集会，抗议岸田文雄访韩。抗议内容包括谴责日本歪曲历史、反对韩日、韩美日军事合作等。首尔世宗大学历史和政治学教授保坂友二认为，那些希望岸田在访问期间对日本殖民统治做出全面和明确道歉的韩国人几乎肯定会失望。保坂说，历史问题将继续困扰两国政府关系，并成为尹锡悦的祸根。超过60%的韩国人对尹锡悦对日本的态度感到不安，他们认为他很软弱，无法对抗日本。他同时补充说，对尹锡悦的新一轮反对可能会使双边关系在未来几年跌至新低，而尹锡悦本人的支持率也处于超低水平，仅约30%。但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岸田的来访。据韩联社报道，韩方将破例为来访的岸田文雄提供最高级别的警卫服务。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也于3号先期访韩，踩点2天。这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2014年以来首次访韩。韩联社称，秋叶刚男与韩国国家安保市长赵泰庸商定，两国今后在各自落实印太战略的过程中保持紧密合作，并为本月19号至21号的7国集团广岛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而持续努力。美国《纽约时报》认为，日韩关系回暖对美国意义重大。该报认为，几十年来，韩国和日本一直是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2个盟友，两国关系不融洽，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华盛顿。美国希望其所有盟友在区域防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日经新闻认为，目前主要是韩国做出了更多让步，而日方回应不多。该报分析称，韩国方面背负着政治风险，表示了诚意，而日方什么都不做，打算过河拆桥吗？韩方期待日本做出回应，但如果不能得偿所愿，容易引起单方面不满。该报还曝光，韩国政府在3月日韩会谈前对日本提出了要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要宣读明确表示反省殖民地统治和道歉的过去谈话，采取被告企业参与解决方案的措施。但分析认为，岸田文雄不太可能到韩国做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事。日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缓和，整体上符合美国在东亚地区秩序的诉求，但是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让美国满意，或者说它的这个有效期有多长，实际上可能还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美国的期望是在东亚地区打造这个牵制中国的所谓的多边架构，从整体上而言，对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潜在性的这个破坏性因素。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韩国在野党议员登上日韩争议岛屿独岛一事，您是如何看？在我看来，韩国在野党议员这次的出手可谓是既稳又准且狠。他们不仅精准地捅到了韩日两国关系的2大痛点，也就是2战期间的历史恩怨与现实的领土主权纠纷。知道这2个问题在韩国国内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是2对一点就着的干柴。而且他们还知道，就算是韩日两国政府的执政者可以在历史问题上和稀泥搞妥协，但在现实的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却是不能含糊不能服软的。在现实的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燃烧起来了，那美日韩构建军事同盟的计划就是一团纸糊的房子。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来，在美国给予的强大压力下，韩国的历任总统都曾经尝试着要改善日韩关系与构建美日韩同盟，但最终都功亏一篑，没有迈过主流民意这一关，都栽在了韩日两国的历史恩怨与现实领土主权纠纷这2大门槛上面。至于尹锡悦能否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还有待于观察。那么在韩国在野党议员登上独岛之后，您对于韩日两国政府的反应又是如何评价？其实韩日两国政府做出的都是条件反射式的制式反应，而且我认为表面上看来，韩日两国的立场似乎是在针锋相对搞对立，但在事实上他们其实是企图息事宁人，化解矛盾，以防止韩日两国有关2战历史恩怨的葫芦刚刚被摁下去，围绕着独岛而展开的现实领土主权纠纷问题，这样一个瓢又浮上来了。我始终认为，出于人性自私的原则，相较于美日韩构建军事同盟这一战略图谋，
韩日两国民众显然是更加关切独岛主权的问题，因为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来防范中俄仇，只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而独岛主权问题，这是韩日两国实实在在且不可让渡的切身利益。所以在韩国议员登上独岛之后，岸田政府必须要做出条件反射式的抗议，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安抚住国内的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韩日两国政府在表演抗议秀与反抗议秀给各自国内看的同时，也都在言辞和态度上保留了相当程度上的克制，没有像过去那样恶言相向。日本仅仅表示这一行为绝对不可接受与极为遗憾，而韩方也仅仅表示无法接受对方的不当主张。很显然，他们都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不想因此而搅黄了岸田访韩与美日韩构建军事同盟的宏大计划。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